我们结束了圣经旧约纵览的课程，接下去呢，我们本来是准备按照原计划开始讲使徒行传，因为我在讲完新约马太福音的时候，给自己挖了好大的这个坑啊，结果被教会主日学的课程打断了，所以我们就插入了新版的旧约纵览。网上的课程就不得不暂停啊，我们肯定是给教会让路的啊，教会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结果神的带领就是这么奇妙啊！在我准备使徒行传的课程的时候呢，圣灵感动我啊，让我顺着旧约结束之后的历史，先把两约之间的这个过程做一个梳理，因为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新约的事件的那些背景，特别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使徒们在圣灵的带领下传福音的过程。如果没有对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整体的历史进程的了解，我们对初代使徒的使命和他们采用的方法就不太好理解。所以我们花几节课的时间，先把这个历史给大家梳理一遍。在马拉基书之后，到基督降生之前，神向以色列人沉默的400年里面，我们看到神虽然沉默，可是人并没有沉默啊。在这一段时间中，人类思想蓬勃发展，历史学借着轴心时代这个词来形容这一段思想火花不断碰撞的年月。在圣经的但以理书里面，神曾经对这一段时间的4个帝国有过一个预言啊，就是尼布甲尼撒的金像、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它的材料呢是金、银、铜、铁、泥啊。我们从材料上看啊，看它好像是越来越差，对吧？越来越便宜。但是从金属的性质上来说，硬度那可是越来越刚硬啊。它的延展性、它的可塑性也是越来越差的。到泥的时候，到泥巴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塑性了啊。混凝土那绝对就是建筑垃圾啊！它一旦硬化，如果再被拆毁，那是没有任何废物利用的可能啊，除了去填埋。在两约之间的4个帝国，神用价值不断趋低的金属来描述它们，说明在神的价值系统里，他们的价值和我们人看到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类觉得这4大帝国应该是越到后面越厉害，对不对？罗马那简直了啊，横跨3大陆，环地中海，非常牛的帝国啊！地中海是它的内海啊。现在抢第2罗马、第3罗马这种帽子抢得风生水起的，在他们眼里，罗马就是最牛的了。但是在神的眼里，它就是铁啊！它虽然硬，但它不值钱。这4大帝国都直接和这400年有关系，他们都在统治巴勒斯坦。在这个过程中啊，他们都曾经统治过巴勒斯坦，所以在政治和文化上，他们都对犹太人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影响。我们学习圣经也好，研读历史也好，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寻求神的心意。如果只是丰富自己的知识，那么我们知道知识并不能帮助人过敬虔的生活。只有通过学习，发现原来我们的世界到处都有神的美意，任何地方都能够看到神的心意。我们这样才会越来越敬畏他，越来越爱他。我们通过这种学习方式，可以每天爱神多一点。我们就按照这个经像的顺序，从巴比伦开始讲啊。在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之后，南国犹大又延续了100多年。之后呢，犹大国分3次被掳到巴比伦。第一次被掳呢，掳走了先知但以理；第2次被掳呢，带走了先知以西结。在第3次被掳的时候，先知耶利米虽然没有被掳巴比伦，但是他却被自己人掳到了埃及。在被掳的70年间，犹太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他们曾经是犹大国，但是却慢慢的变成了犹太教。
他们原来是一个国家，他们是有主权的，虽然经常被侵犯了，但是好歹还是有君王的啊。但是自从被掳分散之后，这个民族就不再有国权。那我们知道，一个分散的一个民族，它被同化，那就是大概率的事件。所以，当我们看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的时候，就很容易感受到这一点。当他们回归之后，祭司阶层虽然很软弱，但是政教还是分开的。但是我们看新约的时候，当基督来的时候，那政教已经妥妥的合一了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是怎么样走到这一步的呢？其中到底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件呢？这就是我们想探讨的。在巴比伦时期，圣殿和献祭体系被毁了，没有圣殿了，不能献祭了。被掳于外邦的犹太人，在犹太就是为了保存他们自己的信仰啊，就在各个地方，在被掳之地，他们就建立了会堂，聚集敬拜的这种模式啊。那我们知道，在会堂，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献祭不能干，对不对？你只能学习嘛。所以大家聚集在会堂里面，他只是学习神的律法。那以前学习律法都是在圣殿的，在过节的时候是由祭司来诵读的。那现在呢？现在各个会堂都可以学习了。这个时候，圣经就严重不够用了。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叫做文士。他们主要的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主要的工作就是抄圣经，因为会堂多啊，每个会堂必须要有神的律法，于是一大批文士就产生了。那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这些人抄圣经抄得多嘛，他对圣经就很熟啊，他就是第一手的圣经资料，他慢慢的，他就成为解经的权威，专门负责对圣经进行解释啊，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司法解释啊。以斯拉就是文士啊，他不仅仅解读圣经，他还在生活应用上给犹太人指导啊，规正他们的信仰。文士阶层就是这样兴起的，他们一边抄一边整理，慢慢的旧约圣经集结成册。这个是在被掳回归时期完成的事情。从此呢，犹大国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啊，犹太教渐渐的开始形成，以旧约为中心，以祭司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以宗教教义为中心的一个信仰共同体。他们不再是一个国家，这就感觉他们一觉回到简法前啊，就有点像士师时代了。它只是一个缩小版的士师时代，因为在士师时代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王啊，他们只有一个圣殿，只有一群祭司，只有一批百姓。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同样没有王啊，他们只有一本圣经，一群祭司，一群文士，一批百姓。当然了，祭司和文士这两种身份是高度重叠的。接下去的历史呢，就是以色列千方百计想复国，但是神不断的打破他们的复国计划。这个过程用了整整400年。地上国度的梦想如果不破碎，天国的概念是建立不起来的。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接下来的400年，就比较好理解以色列所经历的这些历史。他们就是天国的预备班。巴比伦之后，接下去圣经里面记载了波斯王古列释放选民回归建圣殿的历史。我们在圣经里都读到了啊，我就不展开讲了。我们主要是讲一下波斯这个国家的一些特点。波斯我们应该是不陌生的啊，因为它还有一个名字我们今天更加熟悉啊，那就是好朋友啊，就是伊朗啊。我们知道伊朗跟谁是好朋友啊？伊朗它是1935年以后才开始叫这个名字的啊，那个时候波斯国王给自己改了名。所以呢，当我们一般情况下啊，在一般的描述中，我们如果说到这个事情是1935年之前就存在的东西，我们经常会把它叫做用波斯做前缀啊，比如说波斯地毯呐，比如说波斯语啊，那语言它肯定是1935年之前就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讲到现代的政治或者军事的时候，我们一般就是用伊朗，我们对这个加以区分啊。其实伊朗还有一个名称，
他曾经称自己是中古雅利安帝国。对啊，你没有听错啊，就是希特勒非常自豪的那个雅利安民族。其实呢，伊朗、雅利安还有爱尔兰啊，这都是同一个词，只不过是发音转变之后产生不同的叫法。本质上它是同源的词啊，是属于同一个词的音转词，它都是指伊朗。因为波斯征服的疆域非常广大，那如何快速的管理，那就成为帝国的首要问题。古代没有互联网啊，国王是通过行政命令去管理这个国家的。那么命令怎么样要又快又准确的到达各个地方呢？就是靠送信啊，送鸡毛信啊。所以帝国的道路状况就非常的关键。波斯帝国是大一统的行政制度，不存在什么地方自治啊。大一统，那么就一切行动听指挥啊，君王的法令它就是法律。所以我们在以斯帖记里面看到，当国王颁布一条通告的时候，送信的邮差就必须将通告传到波斯帝国所管辖的各个行省。当时的亚哈水鲁王还连发了2条命令啊，一条是哈曼发的，另外一条是末地改发的，估计把信使给折腾坏了啊。以色列人收到第2封信，并不是去纠正第一个错误，而是赋予以色列人神圣抵抗权。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猜啊，我自己猜啊，瞎猜的啊。我估计有一个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是效率最高的。因为当第2封信收到的时候，你是来不及再去传达下去了，屠杀马上就要领到，这里有个时间差的问题啊。所以呢，直接抵抗是更加快捷、更加稳妥的方法。当然了，里面也有说，王的命令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啊。为了更好的管理帝国呢，古列王就派人去做地理勘测啊，开辟并且修建了很多的新的道路。当时他新修的一条路是从吕底亚的首都一直到波斯的首都，全程有2600公里。当时被称作皇家大道啊，皇家之路。后来保罗宣教的时候就曾经走过这条道路。这条路的条件是非常不错的啊，它沿途都有组织良好的信使服务站啊，就每隔20-30公里它就有一个，你就可以换马呀，可以喂马，可以休息啊。那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高速公路休息站啊。这一条道路就把沿途所有的主要城市几乎几乎全部把它连起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你就可以做到上令下达啊，同时呢，各省的信息也会很快的传到国王的耳中。独裁者最怕的是什么？怕造反。所以呢，遍布波斯帝国的密探就让皇帝消息很灵通。这些密探呢，当时被称作叫王的耳目，国王的耳朵啊，就这个意思。波斯帝国疆域辽阔，它从印度一直延伸到希腊和埃及，一个有着127个行省的大国。你想要边疆不造反，唯一的方式就是经常把省长招进宫里来谈谈心啊。那这些省长每年必须有一定的时间和王在一起住。我们在以斯帖里面看到他们和王在一起吃饭，一次就是几个月啊，对吧？但是他们也不能和自己的辖区失去联系。当他们和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需要有更多的信使在他们和他们所在的省份之间进行往来沟通。总而言之啊，就是这种大一统的管理方式，它就使道路建设成为非常必要的一个事件。当然了，它也为后来的希腊马其顿帝国长驱直入提供了非常好的便利的道路条件。一切事情啊，它都是有2方面的。我们知道马其顿是3地国家，向东进攻的时候有这么好的道路条件啊，怪不得他们一下子可以杀到印度啊。说到底还是古列王铺的这条路太好使了啊。这些公路呢，到罗马时代的时候就更加得到完善和拓宽。但是我们要知道，最早的时候这个工作从波斯就开始了，到罗马的时候再强化了一下。表面上看呢，好像是帝王们为自己的统治忙乎着啊，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是在为福音铺路。
这个就很好理解，就好像蜜蜂啊，蜜蜂它好像真的很忙，整天采蜜啊，但是最后呢，最后它的结局是被养蜂人连窝端的啊。所以地上的君王，你别看他忙忙碌碌，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或者为自己的执政权柄在忙碌，但最后他莫名其妙的，他还是在为福音做预备。我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啊，不是我这么随便瞎掰的。在圣经里面呢，神是明确说过，他不仅兴起居鲁士，他还要修直他一切的道路。这句话你是可以从文字字面上去这样理解的啊，它当然它还有属灵的含义。所以我们看到人的行为、君王的政绩背后都有神的旨意。神说古列建造耶路撒冷，会释放神的百姓，不是为了公价，也不是为了赏赐。换一句话说，就是古列本人虽然做了这么多事情，好像是为福音做预备的，但是他本人是没有什么荣耀的。神生怕选民因为古列王为他们干了这些好事，就把古列王当成救世主啊，这是不可能的。古列王所做的事情，包括建圣殿、释放选民，它都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耶稣基督是来建圣殿的啊，也是从罪的辖制下释放我们。所以居鲁士也好，后来完善基础建设的罗马帝国也好，它都是神使用的器皿，目的就是为了要完成神的救赎。神的工作才是历史的主线，才是我们寻找的主线。波斯帝国这样的大一统管理模式，它里面就产生了一些新的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国王和省长都是波斯人，对吧？那管理嘛，肯定是需要自己人去管理的。但是老百姓不是波斯人，他是多民族多语言的，他形形色色的。在亚述帝国的时候，亚兰语就已经开始传播。那本来亚兰语呢是叙利亚这个地区流行使用的，后来随着亚述人就一路征服，亚兰文呢也就跟着开始传播开。当到波斯帝国统治的时候，他们就采取了用亚兰文作为全国的统一官方语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以斯拉记的时候，第4章到第7章，它有一部分是用亚兰语记载的。因为这些经文它是记载了从波斯王手里往返的信件，我们知道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了，那亚兰文那是当时的官方语言啊。耶稣基督的时代呢，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亚兰文的使用范围大大的缩小了，希腊文开始取代了亚兰文的地位，但是在应许地，它依然通用的文字还是亚兰文。所以我们看到新约大部分是希腊文写的，有少部分呢是亚兰文写的。在以赛亚书的第36章里啊，当亚述王西拿基立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向百姓喊话。当时西西家王派出去的那些大臣对亚述说：“求你用亚兰语和我们说，不要用希伯来语啊，怕老百姓听到了、听懂了以后动摇他们的心。”结果人家不肯啊，偏偏就用希伯来话跟你说啊，因为我来的目的就是来吓唬你们的。这个细节就说明了当时的百姓还没有完全普及亚兰话。但是到了耶稣时代，亚兰语已经是中东地区的普通话了。耶稣基督的时代是希腊文和亚兰文并行的时代啊，上层管理者或者说非应许地的地方说希腊文的比说亚兰文的多，但是在应许地呢，地方百姓说亚兰文比较多。非常神奇啊，我们从圣经里面就能够看到这些语言的变迁过程，而基督是语言的主，对不对？他是神的话。我们从语言的变迁中，我们看到神引导世界的轨迹。从语言的变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思想史的演变、文明史的发展、哲学史的流变。特别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它的背后本质上是人的价值观世界的变迁。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看到神救赎历史的推进。所以我始终觉得有可能最了解人类的应该是有基督教信仰的语言学家。
在圣经里面记载啊，在波斯王大利乌统治期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总督达乃他不确定他们这种行为是否得到帝国官方的允许，他就派人送信去问大利乌王。大利乌就回复他们啊，说已经征得了官方同意，并且还命令达乃要从各方面都帮助他们。根据以斯拉记的第6章记载，大利乌在他回信的末尾还咒诅了任何妨碍或者破坏这个工作的人，并且要求告耶路撒冷的神。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时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利乌将这旨意当速速遵行。这段经文很了不得啊！这段经文后来的很多自由主义学者，都是非常批判的啊。他们按照自己的理性的大脑去分析，觉得作为一个君王，大利乌居然会这么写，这肯定不太可能啊！这你们简直太过了啊！这肯定不是真的，肯定是犹太人自己后来加上去的啊。就说犹太人他为了让自己的圣殿建设能够顺利进行，他们自己给自己加了戏啊，这是他们的观点。结果后来呢，在桑德斯神庙出土了一个石碑啊，就是我图片上那个石碑，它上面就是用希腊语和当地的方言写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用2种语言，一式2份啊，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一致同意为哪一个神去建一个庙，然后立谁谁谁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祭司，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呢，每年要奉献多少财产来维护这个神庙。最后有一句话就是不照协议做的必定受到咒诅。双方协议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啊，这个附加条件就是必须被当时的波斯帝国指定的省长批准。而重点来了啊，这个省长的批准书就是用亚兰文写的，是刻在这个石碑的第3面。他这个批准书的最后有8行文字，写的就是告诫众人不要妨碍这个协议，否则就要受到神的咒诅。看见没有？这个时候亚兰文是官方语言，希腊文呢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影响地方的文化。这个石碑出土之后，他就否定了这2种攻击啊，就一个攻击就是说以斯拉时代不讲亚兰文，那这个石碑就是亚达薛西王第1年的石碑，这就否认了，就是否认了对以斯拉记的攻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咒诅的文字是犹太人自己添加的，那事实说明当时的协议它就是以咒诅结尾的。在古代的时候啊，关于这种祭祀的规定，关于这种神明啊、神庙啊这些规定，它的违约责任必须是和咒诅有关的嘛，因为属灵的事情你必须去承担属灵的后果。这个是当时偶像崇拜的人自己的大脑能够想出来的最高的违约责任了啊。这个石碑它也说明了宗教许可是当时帝国非常重视的事情，任何新的宗教崇拜仪式你都必须通过帝国的许可。这个理由很好理解啊，因为公共聚会点是很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也是非常容易成为造反中心的。但是这个背后的逻辑是很奇怪的啊。你想想看，你敬拜神明居然要征得国王的同意，那真的就不知道谁才是神了。其实防止公共事件，我们在新约里面会看到了，保罗就曾经差一点触发这个公共事件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讲使徒行传的时候再来讲。我们看到没有啊？独裁政府恐惧的事情自古以来都是差不多的，这一套后来罗马也学去了，后来世世代代的独裁者他都是这么干的啊。由此就可以看出来，波斯包括后来的希腊和罗马，他们给予应许地的宗教自治权，并不是因为宽容，实在是因为执政手段暂时还跟不上啊，只能让他们在宗教上自治，但是行政法律还是统一的。理解这一点呢，我们就不难理解波斯在犹太政策上的反反复复。他一会儿给你们建神殿，一会儿又要求你们停工，他完全是根据当时君王的政治情况来决定的。
我们这样就能理解某些国家拆十字架的行为啊。因为现在维稳的手段太强大了，我们已经不需要装了啊。其实这一切呢，在圣经里面都是有预言的。关于古列王、历代志下、以斯拉记、以赛亚书和但以理书里面都有提到，他是因为征服巴比伦而闻名四海，使他成为当时古代世界唯一的统治者。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非常清晰的预言啊，指名道姓的啊，连他干的事情都说得清清楚楚。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上帝不仅点了他的名，还称这个居鲁士是什么？是我的牧人啊 ，shepherd。还有说是我耶和华所膏的 anointed， 所膏的希腊文就是弥赛亚。上帝怎么可以把一个外邦人的帝王封一个弥赛亚的头衔呢？难怪后来犹太教的拉比，特别是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塔木德时代，每次读到这些经文，他们就非常的不自在啊！一个外邦君王居然成为犹太人的弥赛亚，所以后来他们其实很回避这一段经文的。但是也有一些拉比他们会强行的解释啊，说这是耶和华和弥赛亚的对话啊。那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勉强了。我们对照过耶稣说的话啊，我们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曾经展开过啊。古列王是基督的预表，他为的就是要指出弥赛亚的职分，他是为了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神会为他修直一切的道路，而且呢，他要为神建造属灵的圣殿，要释放被罪掳掠的选民。他其实是指出基督来的使命啊。但是因为犹太人对这一段经文的回避，这也导致了后来希律王对这一段经文的滥用。希律王就觉得他才是神预言的那个弥赛亚，既然古列可以是弥赛亚，那我也可以为神建圣殿啦，我当然必须也是弥赛亚呀。这个就是新约时代希律党这一套理论的圣经来源。在马拉基时代以后的100多年，波斯继续管辖着犹大，而犹太人呢，托圣经的福，也继续的享受宗教信仰的自由，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啊。但是按照我们圣经里面士师记的描写啊，当以色列人中没有王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容易出幺蛾子的啊。没有外来的逼迫，他们就有内部的斗争。哎呀，很正常嘛，罪人嘛，能干什么好事嘛，对吧？当时因为犹太人已经成为一个宗教团体了，行政上是属于波斯，宗教呢就成为他们唯一的骄傲，是他们的依靠，也是他们的存在感。在刚刚回归的时候，波斯王选用的省长是犹大王族的血脉，所罗巴伯嘛，对吧？所罗巴伯是约雅敬的后裔啊，他是王族的血脉。但是到了尼希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省长的委派和王室的血缘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尼希米是神选择的。表面上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波斯王的选择，但是后来呢，尼希米之后的那些人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啊。但是我们唯一知道的那个省长已经不是王族的血脉。如果犹大省它只是成为了一个信仰团体，信仰成为他们的民族认同的时候，那么祭司长的地位那就很明显会比波斯委派的省长地位要高。那波斯也能发现这一点呢，所以波斯就觉得，哎呀，既然反正省长也没啥地位，祭司长在犹太社会里面比较受尊重，那我们就直接选祭司长不就行了吗？所以后来他就慢慢的演变成由波斯直接委任祭司长成为地方的统治者，直接听命于波斯王朝。祭司长呢，在几大家族里面去选，这种祭司的选择制度就引起了犹大几大祭司家族的分裂和斗争，甚至还很血腥啊！为了争夺祭司长的职位，犹太人就彼此猜疑，彼此嫉妒，拉帮结派，勾心斗角，甚至还会手足相残，祭司的神圣性就大打折扣了。根据一些历史书的记载啊，在尼希米记里面记载的那个耶和耶大的儿子叫约哈难，
曾经就在圣殿行凶，就把自己的同胞兄弟约书亚给杀了。约哈难的继承者是他的兄弟，叫亚都亚。亚都亚呢，还有一个兄弟的名字叫做马拿西。马拿西在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历史书里面记载，这个马拿西就做了撒玛利亚总督参巴拉的女婿。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这个人后来被尼希米赶出去了啊。尼希米记载了他被赶出去，但是没说他去哪儿啊。其实他只能去撒玛利亚，对吧？他的妻子和岳父都是撒玛利亚人嘛。那大祭司是做不成了，那撒玛利亚也咽不下这口气啊。那我们也可以建一个圣殿呢，是吧？我们继续做大祭司嘛。这个就和耶罗波安造金牛犊是差不多的逻辑啊。撒玛利亚的圣殿就是这个时候建造的，它坐落在基列新山上。撒玛利亚人从血统上来说，他不是纯正的犹太人。当北国被掳亚述的时候，亚述王把以色列人掳到马代地区，但是呢，又把周边的居民再迁进去，迁到应许地里。但是圣经里面记载着，神使狮子进入到他们中间，就把他们给吓坏了啊。所以亚述王呢，就派了一个犹大的祭司回去，让他去教当地这些人怎么样去遵守犹太的律法，免得招来咒诅。所以正宗的犹太人很看不起他们啊，给他们取了个外号，说那个撒玛利亚人的宗教是什么？是狮子教啊，是他们拜耶和华是被狮子逼的。他们圣经里面也记载，他们一边拜自己原生地的偶像，一边呢因为怕狮子咬而去拜以色列的神，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异教风俗。但是因为建了自己的圣殿嘛，所以在和犹太人的对垒当中，他们自己还是非常的理直气壮的。他们声称是摩西指定他们在这里敬拜的啊，这就有点扯了啊。摩西是说到过基列新山，但是让他们进了应许地之后，要在这里重新的高声诵读律法，并没有要他们在这里建圣殿啊，他们净瞎编。他们只认摩西五经，他们也不相信先知书和历史书。这个很正常，历史书里面有他们的黑历史啊，所以不能看。他们的圣山就是基列新山，而不是锡安山。但是我们知道啊，旧约圣经启示的，锡安山才是神的居所。约翰福音里面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和耶稣争辩嘛，所以主耶稣就直截了当的告诉他，敬拜的场所在哪里是无关重要的，敬拜者的心灵才是关键。关于波斯帝国啊，犹太历史和圣经历史记载的都不太多。因为波斯对犹太人还是比较宽容的，所以就不太多记载，这个很正常嘛。你对我好，那我就简单的一笔带过了。你要是敢对我不好，那我遍天杖记得一打一打的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就在撒玛利亚人建圣殿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就在犹太人在内部搞小团体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在这个100多年里面，神的手转向了这2个外邦的国家，就是希腊和波斯。你圣经历史不记载，犹太历史不记载不要紧啊，那人间历史上这2个国家那可真是打得风生水起啊，可热闹了。打仗的过程我们就不展开了啊，这一段历史在圣经里面有相关的部分。先发制人的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那个大利乌，是他发动了第1次希波战争，他派出了远征军，直接进攻希腊的本土。虽然他短暂的攻占了色雷斯和马其顿，但是后来还是出了差错，又失败了。但是后来呢，又在马拉松展开大战，雅典人以少胜多啊，结果那个回雅典传捷报的这个士兵跑了一个马拉松的距离，完成使命之后呢就死了。打仗没死，跑步却跑死了啊。那些说跑步可以长寿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啊。在1896年，
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就设立了一项叫做马拉松的运动项目。我们要注意时间啊，1896年，这个已经是欧洲理性主义高涨的时候，面对分裂成碎片的宗教信仰，他们真的是急需用一个超越宗派的凝聚力量来使社会达成共识。于是呢，在学术界就兴起了科学主义，在思想界呢兴起了理性主义，在神学上兴起了自由主义。他们其实都是为了弘扬希腊理性主义精神，所以他们开始举办奥运会啊。奥运会的圣火是从奥林匹克山上引下来的啊，不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它的前身其实是古希腊的献祭仪式，他们借着这个仪式来庆祝人类理性的胜利。他们觉得我们人类终于可以冲破宗教迷雾，开始理性思考，打着竞技比赛和运动的名义，实质上他们是拜希腊理性假神，恢复的是古罗马的竞技场文化。你们不要误会啊，我不是批评说奥运会不好，我是说当我们看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它产生的背景，一切的社会现象背后都有它的信仰原因。比较有意思的是，力推奥运会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大家知道吗？叫顾拜旦啊，我也不知道是谁翻译的啊，这个名字太传神了，拜旦啊，这个是拜撒旦的意思吗？这个我觉得挺巧合。anyway，我们把话说回来啊，第一次的希波战争呢，波斯王大利乌壮志未酬身先死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暂时告了一个段落。后来呢，他的儿子薛西斯啊，就圣经里面叫他亚哈水鲁王，第二次入侵希腊，波斯人的陆军在温泉关和斯巴达展开了血战啊。当时守军斯巴达战士全部阵亡，但是他们让波斯人留下了将近2万具尸体，这个就是非常著名的斯巴达300勇士的故事。通过温泉关以后呢，波斯人就抵达了雅典，但是他们发现雅典已经整个城都是空城了啊，人已经全部都撤走了。那波斯皇帝就非常愤怒，他就放了一把火把雅典给烧了。后来在萨拉米斯海峡，数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波斯海军本来都已经把雅典海军团团围住了啊，结果反而被雅典海军击败。从此呢，波斯人就元气大伤，开始衰退，一直到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消灭。因为这一场战争，它彻底扭转了希腊的局势，希腊从此呢就成为崛起的一股新生力量。后来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希腊征服了整个曾经波斯的版图，并且一直杀到印度。在大一统的波斯帝国上，神又涂上了一层希腊的色彩。我们从以赛亚书的预言里面就能看到，神的预备是超级早的啊。当亚述最强大的时候，神告诉以赛亚，他已经预备了巴比伦登上历史舞台，并且预告了波斯王古列要完成他的旨意。其实在历史上这种事情很多的啊。当北国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就是公元前的8世纪，希腊城邦兴起了，这中间还隔着巴比伦和波斯呢，对吧？神的预备可见是非常早的。还有更早的啊，那个时候同时也是公元前的8世纪，在遥远的亚平宁半岛上，罗马建成了。这里的舞台上面戏还在演呢啊，结果下一个舞台，再下下一个舞台，再下下一个舞台，这个场景布置都已经开始了。这2场希波战争中间还夹杂着波斯出征埃及啊，因为波斯出征希腊失败以后，他的下属国就纷纷谋求独立。埃及是最野心勃勃的啊，他急于摆脱波斯的势力。因为在地理上，犹大国这个时候不叫犹大国，这是犹大省了啊，它就处于波斯和埃及2大势力之间，它就一定会卷入这个漩涡里。所以当时相当一部分犹太人就随着战争逃到了埃及。
逃到埃及是犹太人的光荣传统啊，他们在旷野里就天天想着回去吃肉吃鱼啊，在耶利米时代也是一波一波的跑到埃及，这个逃亡潮一直持续到波斯时代，在希腊、罗马时代，埃及的犹太人在文化和商业上都十分的活跃。那神把他们弄过去干什么呢？我们以后就知道了啊，因为接下去还有更多的人会逃往埃及。希波战争虽然希腊是胜利了，但是希腊这些城邦国家，他们自己内部闹起来了啊。当时的雅典和斯巴达的矛盾就突然激烈起来。在公元前的431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他们的战争就爆发了。这个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啊，它断断续续的打啊，中间也停战过。一直到公元404年的时候啊，公元前404年，这个时候呢，以提洛同盟解散、雅典投降而宣告战争的结束，所以雅典是输的这一方。这一场大战呢，希腊全部的城邦都卷入其中，古希腊的繁荣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啊。这场战争我觉得非常具有属灵的意义。雅典是以思想哲学为骄傲的，柏拉图就是崇尚哲人王，对吧？那斯巴达不是，斯巴达是崇尚军人政治的啊。斯巴达的男孩子从小就离开父母，统一抚养啊，生下来就是做战士，他们崇尚的是武力。由此可见，这两股势力是人类依靠自己的两大根基，一个就是智慧，一个就是武力啊。虽然这两股势力他们联合起来战胜了大一统的波斯行政制度，但是哲学和强权最后自己斗起来了啊，斗到两败俱伤。这种事情神经常干啊，在圣经里面也有。神有的时候会突然让他们像发神经一样的自相残杀，可见啊，人的智力和武力都不能实现救赎。神对这个世界有他自己的计划。雅典和斯巴达两败俱伤以后呢，另外一个城邦国家叫底比斯，他就短暂的称霸了一段时间，但是不稳固。当军事和哲学为代表的这两个城市都失败的时候，希腊城邦里面最没有底线的底比斯居然称霸，我觉得这个有点好笑啊。我为什么说他没有底线呢？这是因为我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的。在当时的希腊人可能并不会认同我的说法啊。古代希腊城邦中，我认为最没有限制的去鼓励男性之爱的就是底比斯。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叫圣诺芬，他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叫《希腊史》啊，他在这本书里面写到，他说底比斯的成年男子可以和少年以一种类似于婚姻的关系同居。成年男子不仅要教他的伴侣知识，还要培养他们优雅的内涵和强健的体魄，并且还要和自己的搭档产生爱情。人类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支同性恋军队就是底比斯圣军，它是由150对男性是150对的男性爱侣组成的。也是古希腊城邦历史上最精锐的军队之一。他们比普通的军队更加具有战斗力，更加忠诚，也更加勇猛。他们会和自己的爱人并肩作战到最后的一刻。这种风气在当时的希腊是非常盛行的。它的本质上是人体崇拜，是力量崇拜。古代社会是尚武的时代，冷兵器时代嘛，对吧？它是尚武的，力量决定胜负，知识决定阶层，而知识和力量这两者都是掌握在男性的手中，所以整个希腊古典社会的男性美崇拜是他们文化的中流砥柱。这种以老带小的特殊的师生关系和教育方式，放在今天那妥妥的就是娈童关系啊，那就是恋童癖啊。
但是他们当时是很风行的，几乎可以说是全希腊都接受的一种教育方式，包括斯巴达也是啊。斯巴达和雅典没有一个可以幸免的，斯巴达的男孩子从小就是集中受训的啊。他们这种风气的形成是有他们自己的底层逻辑的。他们觉得成年男子有学识、有涵养、有男性的魅力，那么他们可以将俊美的少年培养成和他们一样的人。这种传帮带的师承关系可以代代相传，最终会形成良性循环。女人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是没有地位的啊，他们找女人结婚纯粹就是为了繁衍。最亲密的关系是男男之间建立在知识和勇气上的关系。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女权主义从来没有批评过他们，女权只会攻击基督教。他们真的是太虚伪了啊！其实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陋习都是人类自己的作品。我们后来看到历史中是基督教将这些风气一点一点的加以扭转，但是罪人是看不见的。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都是男性裸体，他们对男性美和知识是极度崇尚、极度推崇的。这是古希腊文明非常明显的两个特征。我知道，虽然听起来好像有点荒诞啊，但是这个真的不是我瞎编的。在维基百科上是有一个词条叫古希腊少年爱，它是这么描写的，他说是古希腊时代被当时社会所公开承认的一种社会关系，通常是由一名成年男性和一名青少年组建而成。这种关系存在于古希腊古风时代和古典希腊时代。一些学者找到这种关系的仪式起源于克里特岛，这种仪式被认为是进入古希腊军事生活和宙斯宗教的入门仪式。接下去他还说，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发展成为古希腊同性社会文化中的一部分。少年爱在古希腊的影响十分巨大，以至于成为自由公民相处关系中的一种文化模式。这是自由公民之间的啊，和奴隶之间不存在这样的关系。由此可见啊，古希腊的文化在西方的研究中，它其实是被故意美化的。它确实有很辉煌的一面，但是它的肮脏和错误也是惊天动地的。主流文明对古希腊的研究都故意忽略了对同性恋文化的研究。这一种被称为古希腊少年爱的同性恋文化，在古希腊基本上是全覆盖的啊，是没有一个城市是例外的。它是堂而皇之，是公开，是被歌颂的，是被推崇的。这种思潮在罗马时代其实依然是这样。有一个罗马皇帝就是因为他的同性伴侣死了，他还为他建了一座城市啊，这个我们在讲教会历史的时候提到过。主流学术界刻意隐瞒古希腊的邪恶和淫乱。我们要这样思想啊，正是因为对这些信息了解的不完全，所以让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觉得我们的神是不是太残酷了啊？动不动就灭了他们全族啊，灭了迦南地的全族。我们不知道迦南地人干了些什么啊，但是说实话，当时迦南地只会有过之无不及。这种风气如果吞没了以色列，那后来的救恩从哪里出来呢？那就不知道了，对吧？所以神是绝对不会允许以色列人被他们同化的。其实在文艺复兴的时候，这些古希腊的文献传入西欧的时候，对西欧的社会确实产生重大的影响。受到这股风潮影响的人文主义者是西欧道德社会堕落的主要力量。这样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卢梭有这么多私生子啊。路易14的时候，法国宫廷它的风气还是很敬虔的。到路易15呢，就是淫乱和同性恋到公开的状态了。跟着希腊原文圣经进入西欧的，还有这些希腊的糟粕。其实在埃及法老的坟墓里面，也曾经发现过这类男男同性恋的壁画。
说明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就已经面临这种文化的包围，神就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但是他们要进去的应许地，当时的情况也一样，当时的迦南人也一样，所多玛是被神亲自烧毁的。而且神对亚伯拉罕说，还要再等上400年，让亚摩利人恶贯满盈，才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去灭了他们。可见当时的风俗是非常非常邪恶的。在这样邪恶的情况下，神还给了他们400年的时间悔改。我们这样如果看不到神的爱和神的宽容啊，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理解。以色列就是这样被包围在这种文化中间，神要他们保持圣洁，不要被周围同化。以色列人其实没有扛住啊，他们参加异教的崇拜仪式，其实就是参与他们在神庙里面的集体淫乱。这种诱惑在旷野里面就开始了。大家记不记得什亭瘟疫是怎么来的啊？就是以色列人参与了这种异教的淫乱。现在呢，现在他们面临的是更加全方位的侵蚀啊，因为接下来希腊的文化会吞灭全地。在这400年中，他们到底能不能扛住呢？我们就要来看神的保守。这一支非常有名的底比斯圣军同性恋军队啊，他们在公元前的338年被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团灭了。当时底比斯和雅典是联盟的关系。这一位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城市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叫腓立比。保罗写过腓立比书啊，就是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是罗马的驻防城，里面住的全部都是罗马的退伍老兵啊。保罗在这里建立了第一间欧洲的教会。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信了主，还有一个狱卒的全家也信了主。福音就是从这里进入欧洲。公元前的336年，腓力二世被刺杀啊，他20岁的儿子继位。这个20岁的年轻人后来就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啊，亚历山大大帝，就是扑克牌里面的那个梅花老 K 啊。黑桃 K 是大卫王，红桃老 K 是查理曼大帝，方块 K 是凯撒。打成一团的希腊城邦国家雅典、斯巴达、底比斯，这个时候又加入了一个马其顿啊，这个战局就更加热闹了。关于亚历山大有不少传说啊，有关于他出生前的，有关于他出生后的，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关于他的战功和成就，这个不需要夸张啊，这个因为他确实是很牛，他打仗没有败过一场，比凯撒还厉害啊。他有一个非常牛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啊。本来腓力二世呢想给儿子找的老师是柏拉图学院的另外一个老师啊，他也请过一个知名的哲学家叫伊索克拉底啊，但是这2个人都没有答应。后来呢，他就去请了亚里士多德，那当然这个代价很大，他要先给老师一个女神神庙。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做教室啊，是在神庙里面教书的。而且他还要重建亚里士多德的家乡。这个城市啊，曾经被腓力二世攻占，并且铲平了啊。但是没办法，你要请亚里士多德做老师嘛，条件就是你要把这个城市重建，把当年驱逐的人呢再招回来，被卖为奴隶的呢，你要去赎回来。可见啊，腓力二世为了培养儿子也是不惜下血本的。我们现在都往公立学校里面一扔啊，这个还是不好比。亚历山大16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出去打仗，他就已经是马其顿的代理国王啊，而且他还很反应迅速的平定了一场叛乱。平叛之后呢，他的做法和当年的亚述、巴比伦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他把当地的叛乱的居民全部赶出去，再把希腊的居民迁进来，这个就是瓦解地方力量最有效的方法。当腓力二世被刺杀的消息传开以后呢，已经被征服的雅典和底比斯马上就开始反叛，结果马其顿军队直接攻下底比斯城，整个城市被马其顿血洗，并且还杀鸡儆猴啊！亚历山大下令把底比斯城夷为平地，
居民全部被卖为奴隶。这一下雅典和其他的希腊城邦就立马投降了。搞定希腊的各个城邦国家之后，从此亚历山大开始长达10年的东征。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就是为了说明接下来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应许地之后的宽容政策是完全和他本来的治国策略不相符的。我们这样就能明白这一切都是神的保守。他东征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波斯啊，波斯王大利乌曾经烧过雅典，对吧？所以希腊人对他是很仇恨的啊，这个仇恨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刺杀腓力二世的凶手呢，据说是受到波斯王大流士三世的指使，所以这就给亚历山大出兵有了很强烈的道德合法性。经过4年的讨伐，波斯帝国彻底灭亡。在这之前，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已经被他征服了，但是他没有停下脚步啊，他继续向东。到了公元前的327年，他打到了印度。我们看一下地图，从希腊到印度，这是真的是一个让人惊叹的距离啊。那个时候，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斗，对吧？是这个时代啊，你走了那么远的路，在路上度过10个春夏秋冬，他的将军和他的士兵都已经厌倦到了极点，整整10年在路上，不是行军走路就是打打杀杀，这是什么感觉啊？对吧？估计都要崩溃了嘛。所以他们强烈要求停下进攻的脚步，要返回家乡。那亚历山大就没办法啦，就不能再恋战了嘛，他万般无奈，就只能撤出印度。他的10年远征就此结束。在公元前的324年，亚历山大在回家的路上路过巴比伦，他决定要将首都定在这里。他还计划要重建巴别塔这个烂尾楼，他要复兴这个城市。这个其实是不难理解的啊，因为古巴比伦是古代世界的7大奇观之一，网上有模拟图啊，大家可以去找来看一下。这个是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一座人类集合起来反叛上帝的城市，它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这是全世界以人为本的宗教象征。这个城市的缔造者宁禄就是一个大英雄。重建巴别塔的尼布甲尼撒也是一个大英雄啊，是但以理金像里面的那个金头。这个时候呢，亚历山大这个大英雄，他又开始计划重建巴别塔啊。这是人类社会无法解决的困局啊，人就是先天的喜欢大一统。于是呢，神说到此为止啊，结果亚历山大就突然生病死了。关于他的死一直有很多种猜测啊，有人说是恶性的疟疾，也有人说是喝酒喝高了，也有说是被部下毒死了，反正各种说法都有，都不能证实。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啊，就是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时间到了，圣经的预言要成就。在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记载的犹太历史里面提到过一件事情，当时亚历山大用军事力量去征服东方的时候，他的计划不仅仅是征服这么简单。他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学了世界上许许多多的知识，他非常渴慕将所学到的知识在他征服的地方加以推广，成为普世共识。换言之，就是要给大家扫盲。希腊知识体系是非常骄傲的啊，他们认为不会思辨的人那都是野蛮人，都是需要被教化的。所以亚历山大进攻的时候，他后面带着科考团队，对看到的地理现象、动植物都要写观察日志，还要寄回给他的老师。所以他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要将希腊文化推广到他所征服的所有地方。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人算不如神算啊，当他从波斯人的手里夺取犹大地的时候，他向耶路撒冷进军的时候，有一批犹大的祭司出来迎接他，其中有一个祭司就把但以理书
不晓得是送给他呢，还是念给他听啊。当他看到但以理书里面提到希腊帝国兴起的预言，他就立刻产生了敬畏之心。他觉得这个神真的惹不起啊，他能够在200-300年前就预言到他今天的事情。所以他一方面就更加觉得自己是神选之人，更加打足了鸡血，一路向东啊，一路去东征。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善待犹太人，他允许犹太人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传统，没有向他们强行推广希腊的文化。这就是神的保守啊！神不会让他的子民被这种异教的风俗淹没的。但是整个希腊征服的土地上，希腊化成为后来300年的主要历史进程，就连印度也没有例外。应许地是这一股漩涡里面唯一的孤岛。这个文化孤岛能持续多久呢？至少到新约时代，我们看到他们还扛在那里啊。虽然扛的姿势已经有点不太对劲了，有点矫枉过正，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但是这里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的啊。我们接下来慢慢说。但是好歹没有被希腊文化吞没，这个全靠神的手在保护。这一幕就让我们联想到以斯帖记。虽然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看到神好像没有对他们开口说话，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时时有神的保守。君王的心就像垄沟的水，在神的手中流转。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亚历山大大帝身上。神虽然这段时间没有通过先知向他们说话，但是神在暗中保护他的百姓，不允许希腊那些所谓人的文化思想来淹没他的百姓，就好像淹没其他的民族一样。亚历山大虽然死得早，但是他的影响非常巨大。虽然他死后帝国分裂成4份，由4个将军统治，但是希腊文化是非常独特的，它非常的迎合人本主义，它到哪里都能落地开花。这个和蒙古是非常不一样的啊！蒙古也是同样迅速扩张，但是它也是同样快速消亡。蒙古的文明几乎没有任何东西留下来啊，它只留下残暴。俄罗斯的残暴和集权和他们受到过200年蒙古的统治有很大的关系，但是除此之外，你想不出蒙古还有其他什么有特色的东西啊。但是希腊不一样，希腊的文化随着亚历山大的远征遍布中东地区，对西方和东方的融合有非常大的影响。佛教希腊化以后，产生了巨大的人性粘合力，成为统治者非常好用的精神武器。现在的西方理性主义者把希腊文化推崇到很高的地位，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仔细解读过希腊文化到底辉煌在哪里。我们看到在帝国盛行的少年爱，在主流媒体上从来没有见他们说起。我们就应该知道有很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必须重新用圣经视角来审视我们曾经非常欣赏的希腊文明。我们下一节课就来讨论这个问题，神为什么要保守犹太人不要被希腊化？我们不要小看神的保守，神一出手一定是非常关键的时刻，就像神在以斯帖记里面保守以色列不被肉体消灭一样，这一次神保守他们不被希腊文化精神消灭。神在但以理书里面说到过那个安提阿哥逝世的时候，他明确的说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看到没有，希腊文化是直接冲着真理来的，这就导致后来的马加比革命。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犹太人这个民族，这完全是神的保守。历史上想灭犹太人的君王有很多，但是他们就是灭不了。今天我们还能坐在这里读圣经，也是神的保守。在历史上很多次魔鬼想要在教义上把我们带歪，但是每一次都被圣灵带领归正。所以我们要仔细学习希腊文化的主要内容，找出希腊文化和神的启示相对立的地方，帮助我们在理性主义泛滥的世界里更加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从巴比伦到希腊，这短短的不到300年的乱糟糟的时代里，战争不断，强人辈出，各种势力互相碾压，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几十年，看起来好像人类历史进入和神完全没有关系的时代，但是事实上神的手始终在主宰。神利用选民的被掳，兴起了一批以抄写圣经、解释圣经为主业的文士阶层，通过波斯帝国的征服，普及了亚兰文，统一了地区文字，完善了帝国的道路。这2项都是硬骨头啊，没有国家力量是做不成的。所以呢，没有波斯帝国的大一统强权，这2项任务都是不太可能完成的。但是这么强势的力量却都同时在耶路撒冷面前停住了。神让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享受宗教宽容的待遇，使他们的人数多起来，旧约圣经呢整理起来，会堂普及起来，大家圣经都要读起来，因为接下去他们会在更猛烈的文化冲击下去更加艰难地保存信仰，也要在更加混乱的社会秩序下去坚守正道。神的子民真的不好当啊！旧约是这样，新约的基督徒依然是这样。好在我们有圣灵。我们下一节课呢就讲希腊的文化，求神赐给我们圣灵的视角，来重新解读，重新出发。